可能性，那是人类所有语言中最美妙的词汇。在各个方向肆意延长的时间网之上，不同的过去相互交织，相异的未来彼此映照。成熟可靠的主教和心灰意冷的社畜，可以是梦里梦外的两种可能。冷静自持的骑士与喜怒形于色的小小少女，也只是同一个体略带差异的时间切片。当金色的凡人与黑色的恶神产生自我矛盾的分歧，当诚实高尚的正义伙伴浸染复仇鬼的狂气。那颗可能性的种子，最初又是在何时被种下的呢？克拉丽，科拉利。哦，是了，我正要写到他。我无法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他究竟是怎么做到才刚来基地10分钟就被记了一次大过？记大过就算了，关键是他毫无悔改之心，居然又带着他那时不时响一声的游戏机躲在树荫下看我们训练。转学生不应该先好好熟悉环境吗？更可恨的是，下午训练时我不小心和他对视了一下，那家伙竟然趁此机会故意扮鬼脸戏耍我，害我平白被教官扣了纪律分。可恶！怎么样？你现在还有心情扮鬼脸吗？如果你实在想看，我当然可以再为你来一次私人定制，就怕你看了憋不住笑，最后输了还要赖我头上，就像上周那样。推拿师的师傅总说我很受力，要不你再努力点？现在这样不上不下的，我有点担心被人误会。咦，在这里，小聪明只是一次性消耗品，而现在你什么都不剩了。是吗？可我怎么觉得自己还剩了一点足以扭转局势的好运呢？什么？怎么样？你现在还有心情看我扮鬼脸吗？虽然不想承认，但那个个性顽劣的家伙或许真的有一点天赋。
在测试里输给他，全当是我轻敌的教训吧。下一次，我绝不会再输了。要是再输……快了，我为什么非要因为写到他而撕掉这一页？克拉丽，你给我等着！赢了你之后，我一定会把这一页写得满满当当。再加练一会儿好了，反正也写不下去。在这之前，先换上装备吧。哎呀，是赫利亚，真晦气！你没看见我们在聊天吗？抱歉。游戏机，这都能掉地上，那家伙也太粗心了。这样就够了。无论降临于何处，他都无所不在。加油吧，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听教官说，那个克拉丽是因为在13号基地时参加实战表现超常，这才被破格提拔，直接来到了我们1号基地。天才啊！怪不得他刚来就能把我们万年第一的优等生赫利亚揍到抬不起头。他们没说错，输了就是输了，光靠一张嘴，可没法扭转别人的想法。可我听说的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啊！你们想，
那家伙身上最惹眼的就要数耳朵和尾巴了吧？我懂。就算教官说是什么受灾厄影响的变异，但人类身体上长着那种东西，哎呀，好可怕！赫利亚，专注自己的事，他们说的又不是跟你有关的人，不用在意。我听说13号基地有个地下部门在秘密进行人体实验，将人类和灾厄的残渣缝合在一起。啊，好恶心！啊，我就知道肯定有黑幕，难怪我好几次都看见教官拿着密封文件袋单独找他，果然是区别对待呢。我第一次知道，加炼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事，竟然值得你们每5分钟笑一下。怎么，你也想被绑在实验台上，改造成那种怪物的样子？无论外表如何，克拉里的实力毋庸置疑。还有，你们很吵。我想说的只有这些。居然帮那个怪物说话，你不会是被他打傻了吧？难道说你已经被怪物同化了？把那种怪物放进1号基地，才是真正威胁人类存亡呢。谁都知道1号基地是世界最后的净土，该不会是那些灾厄终于觉醒了理性，打算派自己的使者从内部瓦解人类吧？不得不说，你们编故事的能力，我可能努力一辈子也学不来。至今为止的灾厄，从未以人形或是任何人类可以理解的形态出现，也一次都没有展现过可预测的行为方式。他们是不可理喻的，具有压倒性破坏力的天灾，而这对于以理性和科技为傲、依赖 AI 和大数据的我们，恰恰是最致命的。停止你们无聊的阴谋论吧！如果对克拉丽有什么不满，你们大可以现在就向他提出决斗申请。我敢保证，哪怕睡到流口水，他也乐意先爬起来陪你们打一场。首先，我睡相很好，和尸体没什么区别。最后，我接受决斗。克拉丽，你和赫利亚果然是那种关系。谁跟这家伙有关系了？你们果然是一伙的。随便吧，我是懒得换装备再走到训练场了，就在这里动手比较方便。反正扣掉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我下一次测试就能拿回来。但你们好像都徘徊在流转线附近吧？要是就这么流转到我的老家，我可说不好会发生什么。毕竟那里遍地都是疯狂科学家嘛。哼，我们走。你怎么会来？难道也打算加炼？吃完夜宵迷路了而已。你也迷路了？看来你还真有可能被我同化嘞。当然不是，我在做加炼前的准备。那你加油，我先回去睡觉了。克拉丽，下一次赢的人一定是我。那我就期待一下喽。我又输了，那家伙早就把我可能做出的行动算了个遍，可他每一次表现出来的都只是刚好快我一步，这算什么？他还不如直接在开局第5秒打倒我，这样我也就不会。
这个点的饭就这么难吃吗？你怎么在这里？我迷路了。迷路能刚好迷路到食堂，迷路到角落，迷路到我对面。为了庆祝测试周圆满结束，我在宿舍打了一天游戏。当我发现自己玩到凌晨都没吃饭时，早已饿得头晕眼花，难以视物。这才会把你看成基地幽灵、食堂魔怪。你故意在我面前展现胜者从容的一面。克拉丽，你是不是打心底里觉得我这样的人很可笑？是你先3连发问的，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再说，都这么晚了，你还戴着你的有色眼镜和我讲话，累不累啊？我不累。好吧，那我就直说了，你一点也不可笑，倒是挺好玩，不然我也不会坐过来了。好玩？你在说什么？拜托，这可是公共场所，要我解释理由，你就不害羞吗？这里就我们俩。不，我什么时候叫你解释了？你到底是来干嘛的？我来提醒你趁热吃夜宵，凉了就不好吃了。虽说这个点的东西本来就不好吃，我已经吃完了。那你肚子还装得下吗？我好像拿多了。放心，这个小碗里的蔬菜我全都没有动过，非常干净。你要吃吗？之后不用转我积分了，这次就送你。克拉丽，你说够了没有？你怎么哭了？那个，对不起，我没想到你会对一直输，对那件事反应这么大，早知道就让你了。没事，我才要说对不起。刚刚是我失态了。还记得吗？12号基地1个月前刚刚毁于第15种灾厄之中，没人知道下次遭殃的会是几号基地。我们只有超算信息机给出的最优应对时。而我来自9号基地，就是那个待流转人口数最多、防御系统破溃近半的荒城。我的父母拼尽全力将我送到8号基地的预备学校，我又花了5年时间爬到1号基地。只要能以第1的成绩毕业，我就有100%的机会加入新天命的灾厄特工队，并因此获得让父母流转到最安全的1号基地的资格。我玩不起任何概率游戏，而你又是突然出现的唯一的变数。我根本……算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从明天开始，我会狠狠锻炼你。有句话说得好，奋斗拼搏测试周，揍到克拉丽抬不起头。克利亚同学，如果明白，请说收到。爸爸妈妈，你们近来如何？听报道说9号基地的电力系统还有6天就能恢复运转。不过我还是想给你们写一封信，也许信送到的那一刻，灯就刚好亮起来了呢。还挺浪漫的吧？从写信的这天开始算，我还有27天就要毕业了。时至今日，第1依然是我的目标。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向着它奔跑时，我没有那么累，也没有那么不开心了。它好像又变回了我唯一一次拿到80分时，妈妈奖励我的糖果。它让我知道，即使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我也能够尝到甜味。不论这份甜味来自你们，又或是……克利亚，你有空吗？帮我改下这份报告吧。自己改。还有，我之前申请的5级锁，今晚就能换上。哼，别忘了，什么锁对超级士兵克拉丽都没用。那条尾巴
毛茸茸的，看起来手感好好。嗯，没什么，反正你自己改。那你要我怎样？要我给美丽善良的赫利亚姐姐下跪吗？那也行。你这家伙！克拉丽，我好像知道怎么改报告了，下一次再麻烦你吧。拜拜，美丽善良的赫利亚姐姐。他居然还惦记着下一次，我才不会！赫利亚同学，请你不要擅自抬高期待，又擅自失望。我刚刚说的只是我们没有特别好，不代表我们不好，只是还没到那种好。故意在我面前展现胜者从容的一面。克拉丽，你是不是打心底里觉得我这样的人很可笑？停！你不用在评价别人之前铺垫太多，强就是强，弱就是弱，不管你铺垫多少，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克拉丽，下一次赢的人一定是我。以此鲜血为誓，我愿献祭血肉，丢弃痛觉，只为在与仇敌战斗之时不再自保，不再贪生，直至复仇的火焰将我的身躯吞噬殆尽。下一次，我和他还会有下一次吗？刚才的那是……我是做了一个梦吗？可是梦的内容回想不起来。赫利亚，会议要开始了。会议。赫利亚，你没事吧？没事。你最好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维塔。唉，我和大家一样，也是一头雾水呀。以前的冒险记录都在这里，普罗米修斯可以证明我没有动过任何手脚。无论是寻梦者还是赫利亚、克拉丽，他们在轮回中都死亡过无数次，却从未在现实中发生变故。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呢？无论如何，我们接下来都要慎重行事，做好多方预案。搭载希尔、爱因斯坦博士以及黑渊白花的飞船，
最快也需要69个小时才能抵达月球基地。至于牙医和 Brony 啊，我们刚刚又试了一次，还是一样，我们俩都被寻梦者系统拒绝了。恐怕是被绿者核心影响过的我们，被系统判断为了来自简的威胁。我在尝试用改造过的伪装信息骗过系统，但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成功。果然没法这么顺利啊！算了，比起叹气，我们还是先把能做的事做到最好。普罗米修斯，你留在这里，继续比对这次的轮回数据和以往的有何不同，以此推测造成死亡的原因。牙医 Brony 你们跟我去数据库，我们要根据以往所有的冒险记录，尝试从零开始恢复克拉丽消失前1秒的账号数据。尤兰戴尔，你从那边的终端继续登录，和寻梦者赫利亚一起在系统内部接着寻找线索。不过，第33次实数战争的利托斯特已经对我们抱有警戒，恐怕很难从他那里得到有用的信息。所以不如继续回溯往接实数战争的关键节点，也许那个时候的利托斯特能成为我们重要的突破口。没想到每次回溯都会变成陌生人的缺陷，却在对方成为敌人之后，变成了我们最大的武器。但也正因为我们足够知晓他们的结局，就因此对过去的他们放松了警惕。不只是利托斯特，还包括……哇，德丽莎一下子变得好成熟，好可靠，真不愧是天命主教呢。丽塔，如果你真的这么闲，不如做好你系统操控员的工作，好好引导寻梦者他们。我不想再看到任何意外了。是。主教，我们现在出发，可以吗？再等5分钟。克利亚，她的手受伤了，要处理一下才行。没关系，不用在意。可你的脸色很差。我没事，照前辈说的做就好。好。虽然总算是蒙混过去了，但这也只是一时的。他们早晚会怀疑到其他七术头上，到那时候，我想独立调查他就没这么容易了。既然在数次轮回中都能反复遇见七术，至少代表七术或七术中的部分人，在整个火星历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虽然最直接的确认方式是去询问阿杰塔本人，不过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我都不想和他接触呢。我必须抢在所有人前面找到答案，不惜一切代价。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还是留待那个时候揭晓吧。我们又回到了廊丘。当心！这副身体还真是有点麻烦。你还好吗？谢谢，我的脚，终于坚持不住了吗？你是实数战争的参赛者吗？发生什么了？你们是外地人啊，那来的可太不凑巧了，选手们疯了。你们应该知道，在历届实数战争中，总有那么几个人会因为过度使用玉牌中蕴藏的能量而受伤退出比赛，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但这次受伤的人不一样，他们在过度使用玉牌后失去了痛觉，反而开始变本加厉的战斗，直到彻底倒在血泊里。你们不知道那情形有多可怕，一群浑身上下都是血的狂暴的疯子在互相厮杀，恐怕吕西昂神话里的地狱也就长这个样子了。赫利亚的脸色好像更难看了，他没事吧？寻梦者，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就是离恶石像还未正式得名前的一项？的确，听起来有诸多相似之处。总之，那些暴徒无端厮杀的行径多半触怒了神明，我们廊丘都快4天没见过太阳了，那天黑的和瑞木有的一拼。所以
现在其实是白天。是啊，说了这么多，你们还是和我一起回琥珀街召集元首吧。利托斯特大人之前安排了一部分人手在琥珀街待命。利托斯特。利托斯特大人昨日便终止了本次实术战争，并与还保持正常的选手一道，将大部分暴徒监禁在了廊丘郊外，以免他们伤及无辜。今天我们本该结束一切，然而在利托斯特大人离开监禁处独自搜捕漏网之鱼后不久，隐怪就出现了。他们比以往更加狂暴，甚至自发破坏了临时囚牢。我是趁乱逃出来的，那些留在原地应对隐怪的选手恐怕凶多吉少。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放最后说啊？你们不是来看比赛的外地人吗？早说也没用啊！还是快和我回琥珀街吧，此地不宜久留。不，你现在……前辈，我送他回琥珀街吧。好，那我和许梦哲去监禁处确认其他选手的情况，之后大家在琥珀街汇合。这里离琥珀街还有一段距离，何莉亚，你多加小心。你们也是。电话响了。放心，我会护送他安全抵达琥珀街。我也会帮这位小姐多留意一点周围的情况。我其实是参赛选手，虽然不是这一次的。我不是质疑你的能力，就是感觉你……算了。你这么想我呀？才过了10分钟就忍不住给我打电话？不是你打过来的吗？没重要的事，我就挂了。等等，通话是我发起的。考虑到寻梦者与我都位于系统内，能麻烦系统外的人离开这个频道吗？我担心你会影响我们之间的通话质量。如果我偏不呢？那也可以。如此，你就会当面听到我对宇宙骇客维塔技术的尖锐评价。由于维塔技术不精，只能在部分智能设备上植入后门，而廊丘当前的日常物件又远不能满足他的需求，所以我直接将瑞木的电话亭挪到了这里。只要实现功能，外观并不重要。这就是我要提醒寻梦者的事。你觉得这也能证明我技术不精？怎么不能呢？我就不该接这个电话。我会速战速决，为了这里的人，也为了克拉丽。嘿哈呀恰，差点，嘿，迟至永恒。嘿呀嘿哈呀呀，月光破晓，直贯云霄。嘿哈呀呀，奋战到底。嘿呀嘿哈呀呀啊！擦！该飞向更高的地方了。相信我吗，寻梦者？到我了！改变，比安卡。别挡道！嘿，奋战到底！恰，轻而易举。呀呀，差点！星落天元！嘿呀，嘿哈呀呀，盛世在手！呀，嘿哈呀，荣光不灭！嘿呀呀呀！哈！气势如虹，长刃击空，嘿哈呀呀，呀呀，哈！嘿哈，嘿哈呀呀呀，嘿呀！你的暴行该结束了，呀呀，嘿，
奋战到底，不破不立。该嘿嘿嘿呀嘿嘿呀你，持志永恒，百战百胜。嘿嘿嘿嘿呀呀嘿嘿呀呀嘿嘿呀呀，微光禁欲，哈嚓，安全着陆。呀哈嘿哈哈哈嘿哈呀呀，星落天元。嘿哈呀呀，盛世在手。嘿哈呀呀呀，荣光不灭。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太感谢了。几位该如何称呼？没事，叫我寻梦者就好。寻梦者？你一定是很喜欢我们埃律西昂的神话，才会起这样的代号吧？四处都找过了，但没有人看到赫利亚。我这边也是。刚才我已经拜托我们救回来的选手去到处打听那个和赫利亚一起回来的人，在这里稍微等一下吧。说实话，我有点担心赫利亚，他和克拉丽最要好，也许需要更多时间来消化情绪。其实是我说服了德丽莎，答应赫利亚的请求，让她和我们一起参加任务的。我理解她的心情。如果在这种时候因陷入悲伤而放弃任务的话，今后会更加痛恨此刻毫无作为的自己。不管是为了他自己还是克拉丽，越是这种糟糕的关头，越要尽自己所能，将来才不会后悔。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抱歉，是不是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那倒没有，没想到比安卡为赫利亚考虑了这么多，真不愧是经验丰富的前辈啊。除了这些外，也有想用任务分散他的注意力的目的在吧？的确如此，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身在内，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在穷尽一切能做到的事之前，我都绝不会放弃。快下雨了呢。在等待期间，去问问比较在意的事吧。佩吉，你是从埃律西昂来的吧？我想知道，在埃律西昂人的认知里，影怪是如何出现，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想想，主流观点认为，影怪是自然选择塑造出的生物，只是因其出没不定又极富威胁性，最初还被人用火与光驱赶，才通称影怪。但话说回来，用火与光探问未知，一直是刻写在人类生命中的本能。在这一点上，未必火与光的影怪和在洛星生活的其他飞行走兽又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也有不少人始终否定主流观点，认为所有影怪都来自于一个巨大的、抽象的邪恶个体，他们作为该个体的投影、护从、掩目现实，意图完成对现实的侵占与神明的反叛。然后是第二个问题，有学者考据过，关于影怪最早的记录是在第一届实数战争前夕出现的，至于更早之前有没有，谁都说不清。照这样看，影怪出现和第一届实数战争或许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说，除了位居于高塔顶端的神明拔擢轻视神奇，
实数战争其实也承载着安定民心的作用。那备受大家尊敬的利托斯特大人，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就不是历史，是常识了吧？利托斯特是被各大陆联合推选出来的实数战争的代表的共同代号呀。每一代利托斯特都穿着同样的装束，甚至连样貌都会被同化，在洛星的各大陆间到处奔走，组织比赛。而这一代的利托斯特也是一样的沉默寡言，任劳任怨。坊间都在传，他说不定是什么量产机器人呢。他应该是人，只有这一点我很肯定。等等，那是任风，你没事啊？哎呦，听说你们找我，我就急急忙忙过来了，差点再崴一次脚。赫利亚呢？他去哪儿了？你们不是一起回来的吗？你们俩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开始逼问我利托斯特大人的去向。等把我送回琥珀街，他二话不说又离开了。反正他很不对劲，明明面色苍白，一副快要晕过去了的样子，却还是死死握着他的武器。我是说，他看上去简直就和那些暴徒……他们多半是刚才那个人口中的暴徒。既然这些人都倒在这里，利托斯特去了哪儿？那个影团又是什么？没关系，现在的我能应付得来。别碍事。只有这种程度，再来多少都没用。战斗变轻松了。那个人没有骗我，想要变强，就要看到了吗，克拉丽？我就说我能做到。哦。那就是这位亡命暴徒的名字。该死！你竟敢侮辱他！这是他选择的路，落得这副下场，怪不了任何人。好一个他选择的路！这一切的根源，难道不都是你犯下的弥天大罪？如你所言，郎丘如今的异变，既是浩劫的预兆，亦是最欠的余波。若追根溯源，理应浅究无深。故此，我接受你这方面的指责。然我以抛却影旗之名，余生都将躬耕于黑暗。现下所为，是肃清诸恶，还天地平衡的必要之举。还望你莫要阻拦。影旗，你是神的骑士？以你身上展现的异常，我原以为你也是暴徒的漏网之鱼，但看来并非如此。那么我也不必在此耽搁时间。别再说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话了，告诉我，你都对克拉丽做了什么？要怎么做才能让她醒过来？人皆自有命数，他者无力干涉。我果然不该跟你废话，像你这样卑劣的小人，罪该万死。或许，但其时未至。别想逃！住手，赫利亚！前辈，你在做什么？放开我！我找到他了，我找到利托斯特了！放开我！就是他把克拉丽，我要让他血债血偿！赫利亚，看看你自己！
赫利亚，你打算死在这里吗？赫利亚，我们不能拿命冒险，那样沉重的代价，我们承受不起第二次。先回修伯利安11号商量对策，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吧。大家都需要休整，你也是。力量还不够。以上就是利托斯特的全部发言，一共7句。怎么样，是不是比赫利亚同学半天清楚多了？别用这个称呼喊我。维塔，你不要得寸进尺。阿基塔，你又为什么要一直隐瞒利托斯特的真实身份？你们也没人问过啊，我还以为你们知道。不过还是多亏了我给你们提供的便利，你们最终自己找到了答案。换言之，你们应该好好感谢我才是。你还真是大言不惭。刚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隐团是什么？利托斯特又在做什么打算？那只是利托斯特为暴徒们刮骨去毒的产物，在真实的历史里，也是他了结了所有暴徒，驱散隐团，终结了这场暴乱。这次实数战中的利托斯特下手可真是残酷啊！或许暂时终止这次探索，先去下个节点寻找线索更现实一些。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利托斯特，我要让他付出代价，让他说出一切。哎呀，看来大家的意见不太一致呢，真没办法，那就只好用紧张刺激的投票来决定啦。终止探索和继续探索各一票，其他人呢？我更希望终止对第19次实数战争预选赛节点的探索，毕竟继续行动太过危险了。明明是因为担心后辈的身体状况，为什么不照实说出来呢？那就是2比1。寻梦者呢？你的票很关键。2比2，那么决定性的一票就来到了小 V 这里。哇，好紧张。就算你用这种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我，我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时间永远分叉，通向无数的将来，而我一定会在这些分叉的小径里找到对大家最有用的那一条。所以我建议终止探索，这样就是3比2了。我不能接受。赫利亚，你听我说。还有什么好说的？投票结果摆在这儿，难道优等生赫利亚也学会了耍赖？哦，我突然想起来，不就是因为你擅自行动惊动了利托斯特，打乱了原本的计划吗？不然我们肯定还能再挖出点更关键的信息。你还有阿杰塔，你们一个是系统操控员，一个是后台维护员，明明手握着大量秘密，却每一次都选择了隐瞒，每一次都要以迂回的方式将所有人引入危险之中。如果你们真的好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克拉丽也就不会死。哼，别逗我笑了。我猜绝对是之前多次死后重来的经历让你低估了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可要是我时时刻刻都提醒大家，这搞不好真的会死，你们又如何能以正确的心态对待接下来的行动呢？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赫利亚，你好像误会了什么呀？在小 V 的字典里，义务根本就不存在。你之所以对我强调它，不是因为履行它有任何好处，只因它看似能束缚我，也方便你站上道德高地借题发挥。你呀，有看过自己现在的样子吗？让我想想，如果是克拉丽，也许会留下无能狂怒的评价吧。闭嘴！德丽莎主教果然很关心我，不过
我真的很好奇，假如赫利亚成功杀死了我，在看向我的尸体时，她究竟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菲塔，算我求你了，安静1分钟行吗？好吧，好吧。赫利亚，你知道的，修伯利安11号上禁止使用武器。鉴于我刚刚也用了的事实，所以我们俩空下来的时候都要补一份检讨，可以吗？赫利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也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所承担的痛苦，任何人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化。但身为女武神，我们必须坚强。抱歉，之前自说自话的带着你继续执行任务，似乎起了反效果。我不该自以为是的。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接下来的探索就由我和寻梦者进行就好。小 V 也觉得这样比较好呢。我一直都觉得你其实才是那条始终需要别人牵着的猎犬，可惜牵着你的人已经……维塔，赫利亚，之后的探索先交给我们，等你恢复状态之后，大家再一起行动吧。会议不是已经开完了吗？难道说德丽莎主教这么快就想我啦？丽塔，我不知道你故意激怒赫利亚到底有什么目的，但如果你胆敢再这样羞辱我重要的学生，我一定会让你后悔。德丽莎主教可真温柔呀，但就是因为这样，才更需要小 V 这种揭人伤疤说难听话的存在呀。这可不是过家家游戏，大家一起挽着手唱着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也没兴趣处处照顾对方的情绪。表面的一团和气没有意义，结果才是一切。比起逃避问题，不如一口气暴露出来，早点解决隐患，对大家都好。当然啦，引爆炸弹的时候总是有点小激烈的，不是吗？我现在发自内心的共情了另一位希尔和小石对你的谩骂，并且认为他们骂得太克制了。总之，注意你的言行，除非你真的想和全地球为敌。好，好。哼。无根的道理，自欺罢了。你今天一直在找这只熊吧？你从哪里找到的？还我！除非你承认你没有对多毛生物过敏，反而特别喜欢毛茸茸的东西，每天睡前都要摸熊10分钟，否则根本睡不着的事。我只对你过敏，这下满意了吧？克拉丽，怎么又充了这么久的电？他不怕引发爆炸吗？虽然买了保险，但就因为充电引发的爆炸死在半路上，也太离谱了。还是帮他关掉吧。您已多次误触，正在锁定控制面板，并呼叫本机主人，束手就擒吧。但识别到您是埃尔德什·赫利亚，笨蛋。因此特别解锁基础功能，还不快点感激大魔王克拉丽女士？
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克拉丽，姐姐，如果不是克拉丽，是我要痛。在外面见吧，笨蛋。好安静，大家都在努力做自己的事，只有我还在这里。对不起，前辈、主教，还有寻梦者，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利托斯特的危险程度。明明有更好的方法，我却将所有人都引上了错误的道路，还害得克拉丽……不，我不想就这样结束，我可以弥补过错，我能够改变现状，只要我……只要你继续第二场交易。你是谁？你只要知道，既然我们各有所求，那便各取所需，保持不甘，让你的愤怒继续燃烧下去吧，就像你第一次见到我时那样。别露出这种表情啊，笨蛋。克拉丽，别忘了，我是当初第一个赞成你提议的人。真要说谁导致了一切，少不了克拉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共犯呢。可是，克拉丽心中显然有其他想法，只不过出于对你的信任，才会赞成由你们负责追踪利托斯特的决定。而过分信任对方的后果，就是你们共同酿成了一桩飞刀贯身的惨剧。恶魔最大的胜利，就是让世界相信它并不存在。我提醒过你的，你怎么什么都记得，却偏偏忘了这一句呢？我没有忘，我只是……我明白了，就因为用这句话提醒你的人是我，是坏事做尽的维塔，所以你才会试图证明他对另一个坏人不适用。赫利亚，哪怕我们当初全力思考，也不可能给出涵盖所有可能性的计划。决定计划能否成功的，也往往不是制定计划的人，而是计划针对的目标——利托斯特。利托斯特，利托斯特，拿我撒气不过瘾，现在又想甩锅给一个本就有罪的人吗？可我知道，你原本的打算就是成为即便赴死也要拖住利托斯特的弃子。
然而，你实在太过鲁莽，太过冲动，这也导致代价最终落在了你最好的朋友身上。是我害死了。愿赌服输，这是我和你一起做出的决定。我愿意接受任何结果，赫利亚同学。可是这个幼稚鬼不愿意哦，他可比你想象的还要离不开你呢。赫利亚，抬起头来，我们没有悲伤的时间了。出事的又不是你的好朋友，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你在对前辈说什么？说一些平时的你不会说也不敢说的话呀。到了这种时候，还是敞开心扉聊聊吧。谁让我们都是被压抑的你呢？回想起来了吗？我们的第一场交易时，你给我的答案，回答我，赫利亚，你真正渴望的究竟是什么？我要杀了利托斯特，哪怕你将为此付出一切。我不在乎。一切终有消歇之时，一如生命，一如哀伤。可世界终究有着太多否定那一时刻的美好。既然心有不甘，既然满腔愤怒，何不就此献上你的第二个理由？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哼，我曾以失血为代价麻痹痛觉，向你求取不再胆怯的力量。如果这一次我愿付出更大的代价，我能不能变得更强？强到足以让我冲破前辈的阻拦，让利托斯特血债血偿。这里是你的心象空间，所谓交易，也不过是象征性的仪式。真正要付出什么，会获得什么，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你自身的觉悟。我知道，这双眼睛，它帮助我击中训练场上的所有目标，帮助我审时度势，制定计划，执行每一场任务。可是，我看错了，我没能捕捉到那个计划的危险性，犯下了最致命的失误，看漏了最不能放手的人。我愿献上双目，求取不再误判的力量。双目，莫非这也是赫利亚的诅咒？命运的恶作剧要缠着我到什么时候？你在说什么？与你无关。没错，平凡又弱小的赫利亚只会拖累身边的人。如果能早一点下定决心，他本不会。够了！我不会再当那个什么都做不到的赫利亚了。这就是我的觉悟。有我在呢，克拉丽，笨蛋又本生，我们可是搭档。对不起，不过可真痛啊！赫利亚，赫利亚，你看，不是做到了吗？可你为什么在害怕呢？哈，新兵就是新兵。克拉丽，哼，在运输舰上说自己到了战场肯定一骑当先，结果脚一落地就神情恍惚，晕头转向。果然是训练场温室里长大的新兵。
那边的传送门还没关闭，你要是想跑回基地还来得及。正好莱拉那家伙懒得在这里等你醒来，早就带着其他人跑走了。凭咱俩之间微不足道、微乎其微的交情，我可以考虑当做什么都没看见。分明是你自己想逃跑，凭什么拉上我？看吧看吧，跟你太熟就是这个下场，我什么心思都瞒不过你。明明你才是我们之中最有实战经验的人，这种时候却要带头当逃兵吗？你陪着我魔鬼师训练了那么多次，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帮我提升生存几率，该不会只是在拿我找乐子吧？糟糕，被看穿了！哎呀，这下跑不了了。你清楚就好，麻烦你收一收牢骚，我们还有任务要完成。这么积极，你该不会以为灾厄是那种看到你拍几下地板表示投降，就会鼓励你继续努力，再拉着你一起去食堂吃晚饭的好朋友吧？用不着你的揶揄，克拉丽。我当然知道灾厄是什么，灾厄特工队这么多年的训练，都是为了战胜它。唉，如果你的手没再微微颤抖，那么这句勇敢宣言或许还能再可信一点。行了，没什么好不好意思，我第一次踏上战场时。你第一次踏上战场就独自解决了第10种灾厄，这一点教官们已经讲了很多遍。要不是你不听指挥，超级士兵克拉丽的肖像一定挂遍了基地宣传栏。记得比我还清楚，看不出来你这么在意我，我都有点脸红了。我没兴趣跟你开玩笑，我在意的只有如何完成任务。每一次的灾厄都比上一次更为强大，就算是击破了好几次灾厄的你，以前的经验也有可能会失灵。对我这么没信心，要不保险点，我去参加一下那个大家茶余饭后最喜欢谈论的401计划，怎么样？你疯了！我听妮莎讲过，先不说那个计划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传言可是说去参加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赌一把就赌一把嘛，反正世界糟糕依旧，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无亲无故，就算运气不好死了也没什么人在乎，怎么看都稳赚不赔吧。才不是没有人在乎。比如能完成这次任务，能让更多人获救，保住更多基地。你的存在让这个糟糕的世界又变得不同了一些。还真是一本正经的优等生发言，没意思。我还以为……算了，没什么。赫利亚，克拉丽，妮莎，我还以为你和莱拉一起走远了。命令上明明说我们6个人要一起行动，这样自作主张的分组执行任务不太好吧？你们俩真是如出一辙的乖孩子，天天都把命令、任务挂在嘴边。那也不错，我经常想，要是自己能像赫利亚一样厉害就好了，大家齐心协力消灭灾厄，早早回家。我只是个温室里长大的新兵，不过放心吧，妮莎，我们会一起加油完成这次任务。总有一天，我们会将灾厄彻底赶出这个世界。我相信你，赫利亚。太好了，全靠你了，赫利亚。我正好找个地方舒舒服服的睡一觉，等你们荡平了这里，记得叫醒我。不叫我起床也没关系，记得上报说我英勇牺牲，不是睡懒觉顺便逃走。克拉丽还是老样子呢，明明自己这么强大，却总将逃跑挂在嘴边，也不知道是玩笑还是真心话。这种脾气也只有赫利亚你才能受得了吧？怪不得莱拉要带着萨夏和艾瑞亚先行离开。不，我也受不了。我们走吧，妮莎，别管他这些不好笑的笑话。好，我来带路，前面就是这次任务要通行过的区域。克拉丽前辈，记得跟上哦。监工只有一个就够了，怎么还多了一个？这里的建筑还真是古老，我只在书上见过。这样的偏僻区域最适合秘密任务行动，但连这种地方都被灾厄污染了吗？是灾厄的污染物！注意阵型，准备应战。你会喜欢的，我来解决。打靶时间。
数量好多。喂，还撑得住吗，新兵？我没事，管好你自己。污染物源源不断，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灾厄，就像苍蝇不会放过到手的食物。你就不能换个比喻吗？喜欢的。哈，都快成食物了，你还在纠结这个？哼，真是个新兵啊！不愧是克拉丽前辈，果然好厉害。要是我能像他一样，就不会打得这么吃力了吧？或许吧。逃不掉。喂，你没事吧，新兵？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该不会第一场实战就吓傻了吧？如果你将我刚才消灭那么多污染物的模样称为吓傻，那人类应该战无不胜才对。我只是在想，既然克拉丽前辈能够一锤定音，为什么一开始不加入战斗？你不是说你来解决吗？偶尔也得给新兵一个锻炼机会。这次的技术动作还有改进的地方，再接再厉。妮莎，你感觉怎么样？我没事。这就是与真实的灾厄污染物作战吗？比训练场上的拟真投影可怕多了。可怕？这才哪儿到哪儿，比这可怕的事情后面多着呢，稍不留神就会死哦。真的吗？克拉丽，就算你是跟灾厄作战多次的超级士兵，也没必要用这种话吓唬他吧？没必要吗？我怎么觉得很有必要？连这种准备都没有的温室花朵，不如早早。我不会离开。丽莎，我所出生的基地，在下雪时也能看到这种红色的叶子。我不想让从小长大的地方也变成这副模样。如果能保卫它，就算是死，我也不会害怕。妮莎，我们会战胜灾厄，绝不会让你生活的地方变成这样。我相信你，赫利亚。到时候记得来我家做客，我妈妈一定会用最拿手的苹果派来招待你。好啊，等我们战胜灾厄，肯定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克拉丽，等灾厄消失了，你想做什么？我？那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干嘛要费功夫去琢磨？还不如思考一下怎么改善一会儿的伙食，能过一天是一天，怎样都好。那要不要来我家？我的意思是，虽然我家所在的基地现在一片残破，但我知道一个地方勉强有不错的风景，还挺适合你这种百无聊赖的人打发时间。好啊，如果真有那一天，可别说我赖上你。哼，我才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等等，速战速决，又来了。倒计时，哼，打靶时间，到此为止。喂，新兵，你还好吗？别小瞧我，管好你自己。还能说大话就好，毕竟他们越来越多了。我可以。赫利亚，救救我！妮莎，坚持一下，我马上过去。可恶，怎么越来越多？到此。赫利亚，我在这里。赫利亚，我很害怕，你不要走。别怕，我哪儿都不去。赫利亚，我好疼，我想回家。妈妈还在等我。我会带你回家，你不要睡，我还要去你家做客，还要跟你一起去游览。你不是答应我了吗？你不要骗我啊！妮莎，赫利亚，妮莎已经不在了。为什么？
因为灾厄从来不会跟你讲道理，因为我们在对抗一种不可理喻、毫无仁慈的天灾。不，一定有办法可以做得更好，一定有办法能够救他。如果我消灭那些污染物的速度再快一点，他就不会倒在冷冰冰的雪地里。至少妮莎走得很快，没有承受太多痛苦。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因为这就是灾厄，它与你究竟是谁，努力了多久毫无关系。灾厄降下毫无预兆的死亡，我已经见了太多。如果你连这样的事实都接受不了，现在离开是最好的决定。这一次是妮莎，下次说不定就是我吗？虽然妮莎她胆小，和我一样是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但她没有逃跑，所以我也不会走。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伴死去，然后心安理得的因为自己的无能就离开这里。如果我不能为他的牺牲做些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幼稚，你这样只会拖累别人。随你怎么说，你可以用过来人的经验告诉我最好的选择是逃走，也可以用一位强者的姿态劝我就此认命放弃，但我要继续前进，找到其他人。妮莎，你在吗？我需要帮助。是萨夏的声音。你这样只会让自己伤痕累累啊，笨蛋。这次一定要来得及，拜托了。可恶，为什么永远都除不掉他们？萨夏，你还好吗？快回答我！拜托，萨夏，一定要坚持住！哼，锁定目标，别走神了。这好多，我必须快一点。我还是做不到吗？逃不掉了。现在就认输了吗？那就不是你了。偶尔也该让新兵见识一下超级士兵克拉丽的风采。克拉丽，我自己能行。技能完毕，逃不掉了。萨夏，赫利亚，我带你离开这里。你看到艾瑞亚了吗？还没有。这样啊，他可能已经没什么，我也快。不，别这样说，不会的。不用安慰我了，赫利亚。灾厄只是暂时退却，他很快会卷土重来。别说了，保存体力，就算那些污染物来的再多，我也会保护你出去。真不愧是赫利亚，我们最认真的战士。那么，作为你的前辈加战友，我也不能落后，对吧？这是等离子炸弹，你要干什么，萨夏？至少与灾厄污染物同归于尽，也算是为大家尽一点力量。我在最后可没输给优等生后辈啊！不行，怎么能？别傻了，赫利亚，再拖下去，我连打开安全栓的力气都没有了。不，求求你别这么做，还有其他办法，一定还有其他办法。克拉丽，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对不对？赫利亚，尊重他的选择吧。啊，谢谢。对了，赫利亚，你还有镇痛剂吗？给我一支吧。就算到了成英雄的时刻，我还是会怕疼。顺便再帮我将镇痛剂打进去吧。你看，
我的手只有手指头能动了，幸好我还能打开炸弹的安全栓。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萨夏，这与亲手杀死你有什么区别？我来吧。不，等等，我可以的，我可以。对不起，萨夏，谢谢你，赫利亚，还有克拉丽。我们走吧。赫利亚，等灾厄结束以后，去我家玩好不好？赫利亚，训练后敢跟我比一场吗？再见，赫利亚。萨夏，对不起。赫利亚，这副受挫的神情，跟我印象中永远不肯服输的赫利亚可完全不一样。赫利亚，所以你现在认输了吗？我记得每天的训练都很累，受伤流血是常有的事情。可我那时候觉得一切都会好的，只要我多练习1个小时，就能在战场上多消灭一批灾厄污染物。就算我没有你那样的天赋，你的能力，你的经验，可我始终相信，我的努力会将这个七零八落的世界慢慢拼凑回去，就通过自己的双手。可现在，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赫利亚。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做，我没能救下任何人，我甚至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同伴。萨夏的死亡与你无关。不，这就是我的错，因为我来不及，因为我不可能像你一样轻松解决那该死的灾厄，对吧？如果我说是，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不会。为什么？你没有对抗灾厄的天赋与能力，更没有做好踏上战场的准备，还有什么理由留在这里？我还有这条性命，我还有没完成的任务。真是愚蠢。我的确是个笨蛋。我还要找到艾瑞亚和莱拉，我们的任务还没结束。那是莱拉。赫利亚，还有克莱丽，想不到在最后的时刻，竟然见到的是我最讨厌的人。哦，我现在走也不是不行。现在，我以为按你的性格，一开始就会离开，还是说，你留到现在，就是为了欣赏我这副惨状？啊，你没那么重要。所以，是因为他，你才一路战斗到了这里。需要考虑为之奋战的意义吗？是啊，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是天赋异禀的战士，动下手指就能轻易解决灾厄的侵袭，帮助大部队通过那片污染区。所以，这次的任务也不过是为了什么不重要，我都不在乎。如果我有你这样的能力，一定会努力作战，为大家战胜灾厄，而不是满心想着逃离。真可惜，你不是我。是啊，我不是你，你只是一个懦夫。
莱拉，他已经没救了。现在，执行这次任务的小队只剩下我们2个人了。你还要继续吗？你又想让我离开吗？因为你不适合这里。难道就因为我没有你经验丰富、天赋异禀，所以我连直面灾厄、拯救大家的资格都没有？即使我比你经验丰富、天赋异禀，也不认为自己必须对抗灾厄，为了所谓的人类正义，将自己困在这里。战友的死亡已经快要将你压垮，你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不如跟我一起离开。赫利亚，你不欠任何人任何事。莱拉说的对，你就是一个强大的懦夫。是啊，既然你喜欢少管闲事，喜欢临阵脱逃，一个人离开不是更方便？为什么要一次次劝我跟你一起逃走？不为什么，就当我觉得路上无聊。你不是说等灾厄结束要我去你家吗？我担心你不兑现承诺，不可以吗？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灾厄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们只能龟缩在基地里活一辈子。难道你还认为灾厄会结束吗？没错，只要我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付出一切，只要我们乖乖听从指挥，像一捆捆新柴前仆后继地往下跳，灾厄这个无底洞总会被我们填满的，对吧？妮莎、萨夏，还有莱拉，他们哪个不是抱着所谓正义的信仰在这里献出一切？结果呢？仅仅是这片区域的灾厄，就轻易地卷走了他们的生命。赫利亚，你跟他们没什么不同，你知道吗？我看着妮莎倒在雪地里的时候，我有一瞬间觉得那是你。克拉丽，你口中的使命是如此脆弱，根本无法战胜灾厄，不是吗？可是，我口中的使命依然强大，即使是灾厄也不能将它改变。克拉丽，这个世界如你所言，它糟糕无比，分崩离析。可是，我只想尽自己的力量，将它一点点拼凑回来。即使它微不足道，不值一提。我想回到过去，想回到爸爸妈妈身边。我也想跟你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看着飞艇缓缓在头上驶过。我们什么都不用去想，甚至不用说一句话，我就知道大家过得很好。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经历了失去、后悔，还有绝望。克拉丽，我的使命的确无法左右灾厄，可是灾厄也永远不能改变我的使命。所以，你一定要继续下去吗？是啊，为了我心中的未来，我必须这样做。我明白了。既然大英雄赫利亚训练有素又充满责任心，这次的任务你一个人也可以完成吧？你还是要逃走吗？别说那么难听，这叫各自精彩。我们都去实现自己的使命，不好吗？这个物资箱给你，里面是这次行动制胜的关键。从这里出去后，将它送到东边大部队的手上，位置我已经发到你的红魔芯片里了。物资箱？我怎么不知道这次任务有这个内容？笨蛋，这可是只有经验丰富、天赋异禀的强者前辈才能知道的机密，你当然不清楚了。我只要将它交给大部队就好吗？里面是什么？喂，这是机密，不能透露。要是被遗失了，肯定会贻误战机的。虽然我想当逃兵，但也得把任务交给靠谱的人嘛。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离开战场后，你要去哪里？先找个没人打扰也没有灾厄的地方睡上一觉，然后打会儿游戏。反正想做什么都由我掌控，我自由了。没有灾厄的地方，世上还存在吗？我可是超级士兵啊，我当然能创造一个没有灾厄的地方。你相信我吗？你又在开玩笑了。笨蛋新兵，现在还不走，是担心一个人无法完成任务吗？才不是，我一定能做到。好啊，那就别叫我失望，新兵。他最后
还是选择逃走吗？算了，先完成任务要紧。喂，新兵，再会啦！别客气，惊喜来了。果然，来了吗？到此为止，我可以做到。别客气，坚持住，赫利亚。技能完毕，体力消耗的好快，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能失败。这倒计时，好痛，怎么办？克拉丽没有说错，没有天赋，缺乏能力，我的使命毫无意义。可是，我也不想这样。无论怎样努力挣扎，都显得可笑至极。我只是想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神明，如果你存在，如果你在听，能不能帮帮我，让我把这个五子相交给大家？只要让我完成这一次任务就好。我说，笨蛋新兵，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神明啦？克拉丽，我以为你……哦，别误会，想搜刮一下有没有用得上的东西，有备无患嘛。然后刚好遇到你这副狼狈的模样。明明你离开的方向是另一边吧？都说了是搜刮东西，当然要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你这种从小在基地长大的温室花朵，根本就一点都不懂嘛。是吗？我还以为你偶尔也想当一次英雄。那怎么会呢？除非我跟你这个笨蛋新兵学傻了。不管你怎么说，谢谢。放心，你交给我的物资箱没事。物资箱？哦，不愧是认真负责的赫利亚。正好我运气不错，找到了一条还算安全的路。你走那里跟大部队会合更快。啊，你是怎么做到的？这里明明已经被完全污染了呀。因为我运气好了。说起来，你为什么一直背着手？不累吗？哼，仅凭单手就能解决一切，更显强者风范，这你可学不来。哼哼。克拉丽，你还是要走吗？哼，当然啦，我加入作战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走了不也挺好，省得你们看着我游手好闲，浪费补给。现在我自由了，再也不用过早起训练，随时被征召的苦日子。这一次，我要去做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是什么？哼，超级士兵的想法跟笨蛋新兵说了也不懂。你说话还是这么讨厌。没办法，这辈子都改不了了。我走啦，有机会的话再……算了，还是不要见了。万一你这个优等生新兵认真劲上来，一个想不开把我抓回基地继续做苦力呢。我不会的。哼，那样最好。喂，克拉丽，怎么了？你要是没地方去，可以去我家。我经常给父母写信提到你，他们会欢迎你的。你不是断线的风筝，我会做你和世界之间的那根风筝线。走了。你对一个替你完成任务，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面的人，就这样敷衍的道别吗？怎么？难道你改变主意，想跟我一起当逃兵了？没有。那就好。再见啦，新兵。就这么走了吗？真是的。等等，这个盒子为什么裂了一块？是刚刚战斗中磕碰到了吗？可恶，我也太不小心了。为什么里面的东西好像有点眼熟？这是……我说赫利亚，反正你再怎么练习也超不过我，不如把时间用在玩游戏上，至少能让自己开心一点。哎，我教教你。这次的任务是作为先锋前往高地，为大部队争取时间。赫利亚，
你也认为我是一个懦夫吗？那如果我也想当一回英雄试试呢？你怎么可能？克拉丽当英雄，我可想象不出来。那就对了，毕竟做出赫利亚想象不出的事，就是我超级士兵克拉丽的乐趣。再见了，笨蛋新兵。所以，你想要？不，克拉丽！绝望与悔恨，那是什么感觉？是抱持建功立业的妄想，自是训练奴隶，却亲眼目睹同伴被灾厄一个个碾碎，自己始终无能为力吗？是口口声声说着正义与拯救世界，骄傲地教训同伴何为英雄，却最终害死了自己唯一的朋友吗？这些令人发笑的举动，只是为了掩藏自己内心的软弱与无能。所以，我必须将它们撕碎、遗忘，就像白茫茫的雪原一般空无一物。是啊，雪原，我又看见了那片雪原，还有他那双叫人四肢发笑的天真双眼。他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了解那位超级士兵的人，毕竟一个玩世不恭、时刻想着逃跑的家伙，脑子里还能装下什么伟大的、值得一提的东西呢？因为无知，因为无能，他便不信任自己的朋友，唾弃他想要逃离的想法，却丝毫不知自己被眼中的懦夫所救。可最该被唾弃的人，最可笑的懦夫，从始至终也只有充满绝望与悔恨的自己，不是吗？所以我才如此讨厌那双装着正义骄傲的天真双眼呢。以此双目为誓，我愿献祭自由，修正认知。此后，我的视野中止于黑白，只要一息尚存，我必将消灭一切眼前的仇敌，直至复仇的火焰将我的未来吞噬殆尽。不，克拉丽！好痛，视线看不清了。又是梦吗？为什么我记不起梦中发生的事，心里却痛得厉害？悔恨与绝望似乎在梦中又一次将我击穿，我好像又一次失去了他。我永远救不了克拉丽，做不到任何事，什么都挽回不了。我曾经以为是自己一直在迁就他的幼稚天真与古怪的脾气，可实际上明明是他在照顾我的高傲和庸常。克拉丽明明说过那么多次畏惧死亡，他甚至因为听到永生就对时数战争产生了兴趣。既然高塔中的神明会赐予圣者永生，那么是否连起死回生也做得到？事到如今，你还在抱着这种天真的想法，去杀了你的仇敌，用复仇的火焰装点他的墓碑，这才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我要回到系统中去，我要去找到那位火星的神明。我可以放下我毫无价值的骄傲，去恳求他，去祈求他救回克拉丽。
荒唐！我不想放弃，我不能放弃。克拉丽，不会让你死的，绝对不会。这个时间，剑桥上应该没有人，克莱因似乎也睡着了。目标解析完毕，登录装置已激活。眼睛好痛，我做到了，克拉丽。登录名赫利亚，确认出击。街上的人都说神明不喜露面，甚至关于他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希望这座图书馆里能找到青世神奇和高塔神明的信息。我们原本推测雷耶拉就是那位高塔里的神明，但从居民对他的描述来看，又跟我们对他的印象完全不同。啊，寻梦者，你在看什么？只是想起上一次来这里时，还是松雀带我们一起唤醒瑟拉佩姆。当时沙弗莱对我们产生了一些误会，大家只好一边逃命一边寻找线索。至少这一次不必担心沙弗莱会阻止我们。第3次实数战争历史久远，无论是沙弗莱、瑟拉佩姆还是松雀，应该都尚未存在。是啊，等到不久后的将来，松雀或许就会坐在那边的书架下，求瑟拉给他写一本书，又或是冒冒失失的来到图书馆，再做些让沙弗莱误会的举动。看来寻梦者对他们印象深刻。虽然他们现在与我并不相识，但总有一天我们的道路会紧密交织，就像是素未谋面又命中注定的朋友。这种感觉还挺奇妙，因为你们共同的经历依然在陪伴影响着你。你对他们的理解和信任从来都与彼此存在的形式无关。就像我和第3行星的朋友们一样吗？当然。希望我能用自己对这座图书馆的了解，尽快找到神明的线索，为我的朋友再尽一份力量。刚才在街道上收集线索时，你就一直很沉默，还在担心赫利亚吗？抱歉，虽然知道找线索要紧，可我还是忍不住去想赫利亚现在怎么样了。他这样倔强的人，遇到了这种事情，会不会将自己一直困在里面？没什么好抱歉的，寻梦者，因为我也是一样的心情。如果我能在过去的轮回里多向白吉或者沙弗莱询问利托斯特的事情，或许我们就能早做准备，不会掉以轻心。我不该因为利托斯特以身殉道、缔造影坛、拱卫廊丘的事迹，就对他放松警惕，眼睁睁看着他夺走朋友的性命。这不是谁的错，寻梦者。但我明明有改变一切的机会，我是大家之中最熟悉七术的人，可我却只能在那里看着我的朋友倒在眼前，根本无法阻止。记得很久以前，我乘着一艘破旧的小艇在大海上航行。我自以为作为最年轻的 A 级女武神，这些风浪当然无法将我阻挡。但我很快就明白，大海是如此宽阔，我不过是沧海一粟。我无法阻止风浪发生，更不能在小艇翻倒之前将它挽救。所以，我被一次次卷入水中，动弹不得。天命最强的女武神还有这样……我还有这样无能为力又狼狈无比的时刻吗？当然。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见过许多同伴倒在自己面前。12岁时，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吧？要是我更强，那些人的结局是否就不一样了？抱持着这样的想法，我下定决心，即使我知道自己会因为训练和任务填满生活而变成一个严肃无趣的大人，我也不想再次感受无能为力的痛苦。可是，就算我做到了小时候所期待的强大，无力的事情依然存在。
我的学生克拉丽被系统中难以理解的力量夺走了生命。他倒下时，我才刚赶到他的身旁。我的后辈赫利亚沉浸在痛苦中，我却不知道该怎样帮助他走出困境。这些事情，我都无法阻止、改变。比安卡，没事的，寻梦者。就像小艇被掀翻在海面，它也依旧在那里漂浮，如同希望一直都存在。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再次爬上它，继续在大海中前行，对吧？当然，谢谢你。女武神果然都很强大勇敢，就和赫利亚说的一样。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寻梦者。不过，我还是担心赫利亚。她之前看起来情绪很不稳定，变得不太像她自己，甚至跟我那个时候有点类似。但蕾耶拉和你的共鸣，是因为你们之间的特殊关系。要是有谁能影响赫利亚，那也得是跟赫利亚密切相关的人吧。但赫利亚是第3行星的人，我们的历史中不可能会有他认识的人呀。阿杰塔说过，我和德丽莎主教所展现出来的姿态，并不是维塔的恶趣味，而是火星量子计算机形象最是模块演算模拟出的形象。如果他所言非虚，或许火星量子计算机能够推演模拟包括地球人在内的所有登陆者的可能性。谜团真是越来越多了。无论如何，赫利亚是我们选中的女武神，是和我们一样想要竭尽全力守护这个世界的后辈。我相信她能渡过难关，守住自己的本心。赫利亚一直很钦佩他的尤兰戴尔前辈，如果能听到这些话，一定会很开心吧。不瞒你说，我一直想跟赫利亚谈谈，可每次话到嘴边都变成了你没事吧，你还好吧。要是丽塔在就好了，她总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开解大家。每到这种时候就特别想念丽塔，又会做甜点，又会照顾人，还特别擅长搭配衣服和挑选家居用品，这些我一样都做不来。真想见见这位丽塔小姐。其实在我看来，比安卡也在用自己真诚的心、真挚的话语打动每一个人。刚才你不是也安慰我了吗？现在反倒是我被安慰了呢。那等我们回到飞船后，再和赫利亚聊一聊吧。虽然真正能让自己走出困境的只有自己，但我也想帮助我的后辈尽快振作起来。赫利亚她一定可以。让我们继续探索图书馆吧，希望能找到有用的线索。我对这里还算熟悉，尽管包在我身上。我们分头行动，从那些比较陈旧的书籍中筛选怎么样？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像蒲公英一样播撒文明的部族吗？好像没有我需要的信息。这个语气有点熟悉，可按照时间来看，应该不是他吧？寻梦者，这里好像有其他人的声音。利托斯特叔叔，你知道吗？现在外面的大家都在传你是量产机器人呢。可是，那是我传出去的，因为感觉很有趣。你看，历史也是可以被改写的，因为大家都更愿意接受自己希望中的真相。时数战争也是一样。这个声音是利托斯特和，有点像斯拉佩姆，怎么会？我可以去参加这一届的时数战争，可是
如果又失败了呢？就像上次和上上次一样。那我就会一直举办下去，直到选出正确的人。可利托斯特叔叔，这不是他的愿望。他很孤单，那种感觉忧郁、冗长，就像走进黑暗中的喧嚣、荒芜的边缘和光秃秃的原野。他将自己埋藏进去，永无休止，无穷无尽。所以我希望你能带他走出去，这才是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这样做。正确，又或者是错误，我不知道，我只是不希望看到任何人遭受痛苦。那么他呢？他将自己困在瑞木的高塔，守着一片空幻与虚无。你应当知晓，孤独的感觉多么令人窒息痛苦，不是吗？他只是不想让你看到他的眼泪，因为你从来不会给他擦眼泪，只会等待他一个人擦干眼泪站起来。强大是神明的使命，守望是骑士的职责，这是我们的天理。天理？利托斯特叔叔，那是指这颗落星，还是你们来自的那颗遥远的星星呢？利托斯特是来自其他星球的人。他说了你们，难道说……你似乎还有其他客人。是吗？那别害怕，请进来吧。没有人，他们两个去哪里了？小心，如果另一个声音真的是瑟拉佩姆，那他应该具有让人进入意识空间的能力。跟紧我，寻梦者。我有多次进入意识空间的经验，不会出现意外。放心好了。啊，寻梦者，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地方？比安卡，比安卡，没有回应，得想办法查看他现在的情况，或许到楼上去可以看到。暂且没事。看来他自信满满的被卷进了意识空间，得想办法打开门，唤醒比安卡。萤火虫。起作用了，谢谢你，小家伙。这下麻烦了。提灯的光芒可以禁锢它。快一点，再跑快一点！绕过影雾，别吵醒他。
做个好梦，就当我不在。我可太讨厌蜘蛛了。成了，现在去找比安卡吧。我还是第一次抱小孩子呢，睡得这么香，这么信任我，我就当你默认了。绝境之中也能睡得面不改色，不愧是最强女武神。不是吧？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糟糕！糟糕！救救我！离我远一点！那是别害怕，我来了。你感觉怎么样？谢谢，你再也不会看到有人受到伤害了。这里没有无能为力的事。你在说什么？如果经由我，就能向神明祈求不足的自由，我愿献上所有。等等，住手！神允许你救下了我，我们终于自由了。我现在可以登上船，和你一起见证外面的世界了。谢谢你。这段对话是怎么会？前辈，你在哪里？帮帮我！又出现了，是我过去的经历吗？到底是谁在搞鬼？你赶上了，前辈，你成功救下了我，再也不会感到歉疚了。究竟是谁？啊！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呢。果然是你的把戏。寻梦者呢？他在哪儿？别害怕，你的朋友很安全。他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或许比你还要特别一些。这些求救的人，这些记忆，你到底想做什么？为什么你的身体里装着大人的灵魂？难道只要自己足够微小，就能够感知更多吗？我不明白。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害怕无可挽回，所以每一件事你都想做到最好，即使代价是自己承受苦难，你也毫不在乎。那么，留下来吧，勇敢的孩子。在这里，你永远不会踏入黑暗的原野。大家拥有彼此，你再也不会感到悔恨，直到永恒。没有无力感，也没有痛苦，每时每刻你都能做到最好。大家的生命不会戛然而止，他们的理想不会像撕碎废纸一样被轻易破坏，这就是最完美的事。来吧，前辈，你成功赶到我的身边，救下了我，救下了大家，我再也不会害怕了。你错了，我的后辈是将使命与责任扛在肩上的女武神，我的同伴是情愿为众人献出一切的英雄，所以他们从来不会对我说这样的话语。我不会沉溺于往昔的遗憾，只有全力以赴向前，才不会辜负他们托付给我的意志。就像此刻，也有人毫无保留地相信着我，跨越了心间的隔阂，与我并肩前行。而我，也不是你所理解的模样。我可不能让同行人等太久，所以，该走了。久等了。你没事吧，寻梦者？相信我们，寻梦者，我没事。你做了个好梦吗？没想到会中了幻境，大意了。不过，我在战斗中可不会松懈。好啊，那就再相信你一次。呀，呀，奋战到底！抱歉，寻梦者，我刚才一时不察进入了意识空间，差点连累你受伤。在我醒来之前，是你一直在保护我，对吧？多谢了。我没事，就是再也不想看到蜘蛛了。既然利托斯特出现在这座图书馆，说明目前调查的方向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那位将我拖入幻境的人是否还会现身？接下来的调查一切小心。没想到瑟拉佩姆在第3次实术战争时就已经存在了。听他与利托斯特的交谈，他似乎与高塔的神明也关系匪浅。看来，高塔才是一切谜团的根源。但那里似乎不是能随便进入的地方。阿杰塔也说过，他的时间切片里无法包含那座高塔，所以才建议我们来图书馆碰碰运气，还神神秘秘地说这里是特别的空间。既然阿杰塔将这次实术战争称为关键节点，那我们就一定能找到更多信息。我有种预感，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该飞向更高的地方了。这是一个箱子，你想让我打开它吗？好像被锁上了。问题不大。搞定！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开锁技术，都是跟那位走街卜卦的松切大师学来的。不愧是他。一张旧书页。希娜，这张书页上写着希娜迪亚。我就知道，希娜，她不是我错乱的记忆，更不是我梦中的幻想，她是真实的存在。可是我为什么找不到她？为什么系统的记录中从来没有希娜的名字？是有人将她刻意藏起来了吗？还是她处于危险中才不能见我？我该怎么办才能帮到她？先冷静一下，寻梦者，我们慢慢来梳理信息。抱歉，我有点太激动了。没关系，我理解你的心情。一直坚信的事终于得到了证明，这的确令人开心。既然图书馆的书页中有希娜迪亚的名字，那么
这里一定有其他人知道他的存在。这张书页会是谁放在这里的？利托斯特、瑟拉佩姆，又或者是高塔中的生命，雷伊拉。我必须找到希娜，她一定知道答案。关于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回忆，关于雷伊拉，关于我。寻梦者，你看，那是影吗？他飞进去了，这是想要我们跟上吗？寻梦者，你是想……这只萤火虫一直在为我带路，也许那里有重要的线索。不过必须承认，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猜测。虽然不想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但我也不愿让我的朋友置身于危险中。我也一样，虽然充满不确定，但如果就这样放弃一探究竟的机会，我们肯定会后悔吧。可是，万一里面是陷阱呢？那就由我来兜底。我相信你，寻梦者，放手去做吧。寻梦者，我没事。这里是影子的另一端，竟然是这样一片天地。那是神像吗？去看看。那最喜欢哪一颗星星呀？和它既暗淡又渺小，就像地上的萤火虫。它也会绽放光芒吗？因为另一颗星星将它永远照耀。头好痛。寻梦者，我没事。好像一直有一道声音在我耳边呢喃，越靠近这座神像就越频繁。可是我听不懂他究竟在说什么。可我什么都没有听到，会是这座神像的影响吗？神像？为什么他的面容如此安静满足，我却只感到无以言表的悲戚哀愁，就好像在用一双绝望的手，一点一点将他的美好雕刻。可无论如何精雕细琢，都不能将内心的失落与空洞抹平、消除，因为它终究只是一块石头，无法承载那些比它还要沉重的回忆。寻梦者，你想起了什么吗？不，我并不记得自己来过这里。可是，望向这座神像的时候，为什么我会感到难过呢？你知道答案吗，小家伙？可惜，这块石碑上面没有任何文字。我看到一颗星星陨落，于是群星不再闪烁。我看到光芒悉数湮灭，于是世界遁入暗影。为什么永远也有尽头？希娜，寻梦者，啊！我们来过这里，那时候克拉丽还……分给你的这些书，检查的怎么样了？
什么都没有查到。你果然还是在偷懒吧？克拉丽，我会找到神，找到救回你的方法，无论是谁，都不能阻挡。视野很开阔，精神也很集中，思维前所未有的明晰。我还不能倒下。各就各位，统统消失！该反击了，消失吧！我做到了，麻痹痛觉，锚定目标，不会错的。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专为战斗而生的力量。我不会输给任何敌人。即使要献上我的全部，即使要燃烧生命，我看见了里托斯特。这一次，没有人能阻拦我。里托斯特，今日似乎热闹得过头了。站住！在我对你动手之前，告诉我神之骑士，你侍奉的神明在哪里？哦，如果你用这般架势能将他从高塔中逼出来，也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告诉我，玉牌自会为实数战争的胜者开启拜谒神之居所的道路，可惜你没有那个资格。回去吧，我从不与弱者浪费时间。很遗憾，我是来杀死你的。是吗？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你杀死了我唯一的朋友，你夺走了我的一切，利托斯特，你必须付出代价。如果你能做到，那将是我莫大的欣喜。可惜，你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那份觉悟。这就是你的遗言了吗？哦，你现在已经落在我的准心。的确。怎么会？我根本动不了。无趣。还没有结束，克拉丽，克拉丽。就让无能的我，羸弱的我，只会连累你的我，为你杀了他吧！好痛！我明明已经麻痹了痛觉。克拉丽，那时候你也是这样痛吗？对不起，对不起。我本应让你为自己的狂语失去生命，但此刻的你甚至已经偏离了人类的范畴，更接近一台战斗机器。对于机器的本能，我予以宽恕。你这个漠视生命、以戕害他人为乐的败类！我要用这些空话杀掉我吗？放开我，让我们堂堂正正的战斗。一台战斗机器没有成为我对手的资格。等等，里托斯特，为什么他甚至没有杀了我？因为他不曾把你放在眼里，因为他不曾把你视作对手，因为你是如此懦弱、愚蠢又天真。你的话太多了，在发现目标的下一瞬，不惜一切代价将敌人击杀，这才是你该做的事。不过，那个男人说的对，你既没有复仇的能力，也没有杀人的觉悟。我想复仇，可我更想救克拉丽。
我不想放弃唯一的希望。希望？所以才说你懦弱、愚蠢又天真。这样的你，谁也救不了。如果我愿意付出更多代价，如果我付出我的全部，我能不能获得足以改变现状的力量？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心。我的心。这次，我愿献上我的心脏。既和人一样，为什么要借给我力量？这与你无关。确实。我做好准备了。求取力量吧，哪怕火焰最终灼烧自己的躯壳；求取力量吧，哪怕匕首最终刺入自己的胸膛；求取力量吧，哪怕神魂俱灭，万劫不复。仇敌的鲜血将成为你眼前最后盛放的花。为了你所求取的一切，献上同等的代价吧。克拉里。后来，是啊，后来我在雪地里走了很久，一个人。我当然曾经试图挽回些什么，天真的，幼稚的。我见到了一些人，付出了一些努力，做出了一些选择，最终还是两手空空。当然，我没有一秒钟为此感到悔恨，因为那是我应得的。赫利亚救不了克拉丽，那就像是世界给予赫利亚的诅咒。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什么都没能做到，什么都没能成就。就像是有一部分的我，永久地停留在了那片血染的雪地里，漫无目的的彷徨。那是属于复仇鬼的执念。赫利亚，赫利亚！那边和灾厄战斗的是妮莎，我们的小妹妹。那是……我相信你，赫利亚。到时候记得来我家做客，我妈妈一定会用最拿手的苹果派来招待你。
妮莎总是把故乡挂在嘴上，想念妈妈做的苹果派，想念妈妈为自己处理磕碰的唠叨，有点幼稚，像一只听见歌哨便记起归途的眷恋故土的鸽子。我所出生的基地，在下雪时也能看到这种红色的叶子。我不想让从小长大的地方也变成这副模样。如果能保卫它，就算是死，我也不会害怕。于是他死了，迷失在雪原的白鸽。不管哨音如何作响，想必也再回不了家了。这是幻想，妮莎已经死了，死于胸口的贯穿伤。那种程度的伤势，想来妈妈的爆炸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她的心脏已经不再跳动，就像我的一样。逃不掉了！这里，这是萨夏，我们温柔的姐姐。萨夏是状况最糟的一个，应该很痛吧？别再帮我将战痛机打进去吧！你看，我的手只有手指头能动了，幸好我还能打开炸弹的安全栓。我没有亲见萨夏完成引爆。又或许，他根本没来得及完成他最后的愿望。镇痛剂或许让他好受很多，他的瞳孔开始松弛、扩散，逐渐变成一片玻璃晶体那样扁平的蓝灰琥珀。这是幻想。萨夏已经死了，死于脊椎断裂。又或许在爆炸的时候，他的意识才真正死亡。他的眼睛已经不能再感知颜色，就像我的一样。别客气，惊喜来了！打靶时间，逃不掉了。这里，这是莱拉，我们那位好强的、脾气火爆的朋友。莱拉说我们就像森林里的野草，挨挨挤挤，想要互相争个高低，然后恍然发现，我们头上还有灌丛。灌丛上方则是树木，高大的树木织就郁郁葱葱的绿网。我们以为阳光就长在树叶上，殊不知，森林之外，树冠之上，还有无比高远的天空，而这些我们都无法得知。或许就连克拉丽，也只是一棵树而已。克拉丽，对了，克拉丽，你想起来了吗？我们的战友。这是幻想，莱拉已经死了，她鏖战至死，力竭而亡。脱力的感觉宛如抽空血液，就像你一样。你蓄能完毕，别走神了。我想起来了，那个运送物资的箱子里。是的，你想起来了。那个箱子里只放着游戏机，我反反复复确认过，里面只有他的游戏机而已。这个物资箱给你，
里面是这次行动制胜的关键。从这里出去后，将他送到东边大部队的手上，位置我已经发到你的虹膜芯片里了。我意识到我上当了，大部队确实在东面。正因为知道这一点，当初我才会对他的话毫不怀疑。但我们的任务目标根本就不是运送，盒子只是个无关紧要的障眼法而已。我们是道具，是新差，或许就连他们的死也在大部队的计划之内。我正在返回找他的路上，他骗了我，他是世界上最大最过分的骗子，而我是全世界最愚蠢的傻瓜。过去的回忆片段潮水般涌上心头，终于串起后知后觉的真相。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是我的老师叫停了违法实验，收养了我。他是天命组织里最优秀的科学家，也是我最骄傲的妈妈。虽然他有点不拘小节，还喜欢冷笑话。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躺了5个月。他们告诉我，女武神部队已经全灭，天命组织不复存在。我是那栋建筑里唯一的幸存者，而我幸存下来的原因，竟然是因为那场噩梦般的违法实验。灾厄无法控制，那么如果我们主动培育灾厄，或者说为灾厄寻找可控的容器，是否就能在灾厄尚未出现危害之时让其自毁？这种容器拥有能与灾厄对抗的强大力量，但一旦接触了过多的灾厄，就会变成最糟糕的敌人，新的灾厄。所以得趁着理智尚存的时候，砰！都说了，只是听来的假设，你不会当真了吧？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快要到达临界点了，而那次任务从一开始就是为他选定的目的。那个骗子不止一次流露出想要逃走、想要独善其身的意图，就连那条后路说不定也是为自己准备的。然而他却把这条路用蒙蔽和欺骗的手段让给了我。所以你发了狠誓的要赶往他的身边，不惜一切代价。可是你太弱了，灾厄的污染物能轻易的把你挡在路上。作战速决，到此为止。别客气，惊喜来了。这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一条单行道嘛。你数番努力，就像每次我们较劲时的那样。我不能在这里倒下。有好几次你认为自己会死，就像他们一样。我还要去救克拉丽，现在还来得及。然后，你发现了我。可恶，赫利亚！谢天谢地你没事，你来帮我了吗？谢了，好战友，我们俩一起杀出去。等一下，赫利亚，你身后有敌人，快过来！哼，我这边也不少，咱俩谁也别笑话谁。
你要怎么从这些灾厄的污染物，从他们的重重包围之中赶往克拉丽身边呢？做不到的。在你与他们纠缠的时候，时间就白白的消逝了。你知道，时间正是此刻你与克拉丽最需要也最缺乏的东西。于是，几乎在一瞬间，你就想到了办法。要不要比比看谁更厉害？我们俩就在这儿争个第二。克拉丽还在等着我，对不住了，艾瑞亚。为什么？艾丽亚，为什么？等等，难道你要让我做你的诱饵吗？好痛！不要！艾丽亚，我的手很稳，与我因枪响而一瞬间混乱的思绪形成鲜明对比。我惊讶于自己的选择，更惊讶于自己竟然冷静至此。然而我却毫无悔意。对了，生死不明的艾瑞亚，我利用了他，就像那些人利用我们。当然，在那之后也数次证明了，我和那些我最讨厌的人没什么不同。是啊，是这样啊。所以从刚才开始，引导我的才一直是艾瑞亚的声音。你一路为我们痛苦、绝望、内疚、自责，但你从没有一刻感到后悔。你杀了我，因为你已经决定不惜一切，哪怕是抛却那颗为人之心，将他人作为你的代价。这就是我做出的选择。艾瑞亚已经死了，是我杀死了他。没错，即便如此，即便我付出了一切，不管是良知还是道德，最后我所争取到的也只是亲眼所见他的终局而已。我看见他的那只早已无法动弹的手臂，我看见暗红色蜿蜒流过他的眼睛，我错觉他在看我。遥遥一望之间，我看遍了这个永远追不上的第一名，最狼狈、最凄惨、最不堪的样子。我时常想问一问他，那时候在他的视野里又看见了什么呢？不管是在之后的401计划中也好，还是将仇敌们碾碎之后也好，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无数个日夜。克拉丽，不要！究竟是什么使他在这个烂透了的世界里停留的那最后1秒钟露出了笑容？而这我永永远远无从得知了。以此心脏为誓，我愿献祭情感，抹消人心，只为心无旁骛，不再踌躇。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将仇敌全数抹杀，直至复仇的火焰将我的灵魂吞噬殆尽。究竟是谁？你的话可真多，不过没关系，你这点残存的好奇心
也很快就会消失。我记不起梦的内容，但这种回荡在心中的悔恨，残留着痛苦的余韵，如此熟悉，我不会忘记。你难道是……我说过，这与你无关。我们或许相似，但却有根本性的不同。就像你此刻考虑的依然不是如何用火焰吞噬你的仇敌，而是丢弃你所有的自尊心，去哀求可笑的一星神明一样。但你很快就会明白，自己有多么愚昧无知。赫利亚救不了克拉丽，那是命运，是诅咒，是无法醒来的噩梦。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谢谢你借给我力量。开始对玉牌强制解析，全线违法复现，多重限制爆破，前往瑞木高塔神之居所，目标搜寻，路径检索，与已知坐标比对，找到了。这就是高塔之内。欢迎你，新一日的胜者。胜者？就是实数战争的胜者呀。你拿着玉牌是赢得入塔资格的数吧？算算时候的话，你应该是第33日呢。当然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我确实有玉牌，不过这里是第33次实数战争，因为我解析的玉牌是这个时间的吗？看你的表情，应该有许多疑问呢。不用紧张，大家都是好相处的人。等一会儿就尽情发问吧。我们也已经很久没有和新人说话了。大家？就是和你一样的往届实数战争胜者哦。不过我们要比你多受过一道考验，也因此得到了由他所赋予的新的名字。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第33日。没错。很快就意识到了神之居所的规则，是个聪明的孩子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第24日，很荣幸能够成为你的接引人。第33届，第33日，那不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被赋予的名字，只是当届的编号而已？历届胜者，怎么会甘愿成为区区一个代号？虽然有许多可疑之处，不过，照他所说，塔里应该还有前32届实数战争的胜者，也就是说，怎么了？难道是塔内和想象中不同，一时难以接受？这里说到底也只是个玄关哦，请不要着急。没什么。请问，第1日，现在是否也在塔中？原来在想这种事。当然，从第1日到第32日，所有姊妹弟兄现在都居于这高塔之中。大概已经过了多少年？岂不是说，像神真的可以求得永生？多少年？像神？只不过区32日而已，并不漫长，不是吗？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啊，对了，接下来怎么做？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才在这里等待你，成为你的接引人的。接下来你要进入高塔内，通过最后的考验登上塔顶，推动白昼与黑夜的轮转，为我们带来第33日。那是……若刚才只是玄关，这里才是真正的塔内，神之居所吗？你就是……哦，欢迎你，新一日的胜者。看来你的接引人已经很好的履行了职责。哦，疏于介绍，这真是失礼了。我是第7日，很高兴见到你，新来的姊妹。愿你带来第33日。感觉到被冒犯了吗？听起来我们期待第33日，而并非期待你的到来。
这可真是莫大的误解。事实上，我们的每一日都无比漫长。在下一日到来之前，我们沐浴在永昼的日光下，它赐予我们在清醒中感知幸福的恩典。我们做想做的工，行欲走的道，它就在这高天之上照拂我们，它就在这夕光之中倾听我们。我们也期许静谧，短暂的无光之夜为这乐园带来均衡，从而使福祉长久，一日一日乃至永恒。而你的考验将把那安息之良夜向着世上带到。我听不明白，你指的是神吧？为什么要遮掩？我甚至有些不耐烦了。神？告诉我，我又要怎样开启考验？等等，难道说我在焦躁？不对，我为什么会生气？考验，没错，考验。从你踏入塔中开始，考验就已经降临了。怎么回事？刚才的声音，不对，不是错觉。它不是只存在于我的心象空间中吗？星空是一种奇妙的存在，它因闪烁而美丽，又因凝滞而隽永。不像会说的话。喜欢星星吗？当然啦，而且现在我还找到了其中最喜欢的一颗哦。哦，天上有这么多星星，为什么就知道这一颗最好？哼哼，我就是知道嘛，而且我一定是对的。不相信的话，利托斯特能帮我作证。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利托斯特也在这里。利托斯特大人，那个人的话应该在上层吧？在塔外也说不定哦，毕竟他还有未尽的使命呢。没空听那些谜语，算了，事到如今他在哪里也无关紧要，倒不如说他不在才正好。告诉我，神在哪里？神？对呀，这高塔不是神的居所吗？你们的神雷耶拉，他现在在哪里？神雷耶拉？少装傻了！你们都是往届实数战争的胜者吧？实数战争就是利托斯特为雷耶拉选拔骑士而举办的，对不对？那么你们一定见过他，告诉我！我受够了你们这副故弄玄虚的样子，难道你们就是为了这种事争夺胜利进入高塔的吗？我们是为了……不对，我们的神只有一个，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他的名是希纳迪亚。希纳迪亚，我好像不久之前刚从别人口中再一次听过。这个该死的洛星终于出现群体幻觉了吗？无所谓，不管是希纳迪亚也好，雷耶拉也罢，我想要的只是救克拉丽的方法而已。回答我，神在哪里？神在哪里？注视我们的双眼，挑选我们的双眼。神是不领羊群的牧人，只愿怀抱他的余烬躺卧塔顶，拒绝对我们投掷木线。白昼的神是慈爱的神，夜晚的神是……不对，不对，神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神像之下其实他的墓穴，无名的墓碑，正如他无名的冠冕。够了！我不再寄希望于你们这些可悲的信徒。至于线索，就让我用我的力量去看吧。那些是什么？需要寻找一个适合狙击的位置。瞄准。
么？大三的影子在蔓延，这就是他们口中我将带来的夜晚。黄昏的桥梁就要消失了，快到这边来！先声明一点，我可没空再听你们的谜语。黄昏可是很短暂的，你有必须前往塔顶的理由吧？我等了多久？快点，道路就要崩塌了！自己的名字等到夜晚完全降临，就没有机会了。吓我！我曾是第7届实术战争中最虔诚的信者。利托斯特大人认为，有像我这样的骑士侍奉在旁，将为神明带来理解的休憩，使他能够安心地注视过去所创造的一切，缓慢地体会和思考。然而他拒绝了我，之后便是无比漫长的等待。是我不够虔诚吗？是我未尽那因行之道吗？为什么公正的冠冕没有为我存留？那时候，时常有人说见过神明，我没有见过日光下的一位，而夜空中的那一位，曾对我投之一瞥。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走过12个村落，邀请我们赴宴。利托斯特说，或许夜空中应该有一轮缅怀的月，而我就能成为这样的骑士。天使在这宴席选出最为耀目之人，将印授予他。为什么选中我，却又不肯接纳我？我还要在孤寂中等待多久？利托斯特大人说，如果神不愿注视属于他的世界，就由骑士来行遍天下，成为连接神明与人世的法门。于是我被选中坐上围绕他的坐席，或许他能从我们之中挑上一位，然而属于他的席位上始终空无一物。我们是不是已经被抛弃了？怎么了？为什么不走了？你究竟是谁？我们或许相似，但却有根本性的不同。看看那些你惹出的麻烦，现在你打算怎么办？你一直在看着。真奇怪，虽然过程令人厌烦，但你确实得到了最有用的情报。那个神现在就带着永生的秘密，冷漠地站在塔顶看着吧。事到如今，我甚至也有点开始相信，假如你真的能爬到他面前，那家伙说不定真会把你要的赏给你。是啊，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的事，是他们不好。既然痛苦，为什么还要留在塔里？害怕那就逃跑啊！为什么突然沉默了？从进塔以来，不对，从我们上一次交易之后，你出现的就更频繁了吧？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啊！我只是想，胸腔里空空荡荡的你，还真是变得够讨人厌的。你知道世界上最讨人嫌的是什么样的家伙吗？十足的坏蛋我也见过不少，虽
虽然倒胃口，但算不上最讨厌。能当得起罪这个名头的，是明知自己内里自私又卑劣，是个不入流货色，却非要用借口粉饰太平，把自己变成天底下最无计可施的受害人，或许事后还要为自己的不得已流几滴眼泪。哼，善的不纯粹，恶的不彻底。我不是。那你在干什么？畏手畏脚，止步不前。呢？这些冒出来的影子不正在淹没那所谓的桥吗？你呀，在这里就已经要放弃你的克拉丽了吗？我知道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把为人之心用以向你换取力量，无关紧要的人和无关紧要的言语只是让我烦躁，我再也无法和他们共情。哼，那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是啊，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只是挪不动步子，哪怕看不见他们的苦痛，哪怕感知不到他们的温度，哪怕没有一颗心会为他们忧伤，但他们向我求救了。女武神怎么可以对发出求救声的人置之不理呢？已经来不及了，你想做什么，我们的姊妹？想做什么？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一口气把这些束手束脚的影子解决掉，再追上去啊！如果不是为了他们，是你的话，一定能登上塔顶吧？曾经开启过一次的道路，我相信会有再度打开的方法。不就是打碎影子吗？一次不行，我可以再试10次、100次。是这样没错。那么，就免除那些徒劳的重复实验吧。恭喜，第1层的考验，你合格了。等一下，你好像和他们不一样。哼！已经太久了，太久了，我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停下来，或者朝前走。你不是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吗，丽兰？你有非常温柔的灵魂，谢谢你，让我来帮你吧。我害怕夜晚来临，我清醒地察觉自己正在溺毙于冰封的湖底。你不是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何时清醒吗，布朗特？冰面由我打破，接下来你可以自救了吧？神的选民应当将恩慈与怜悯刻入骨血，这是成为骑士应具的美德。我认可你。为什么要把我囚禁在无边的孤寂和等待中呢？亲口去问他，让他为剥夺了你的快乐而赎罪，弗图拉。我期待他选中一位能鼓舞人心的骑士。请往前走吧。现在的我，又要如何承担连接人与神的责任呢？和他们交谈，就像你接引我的时候做的那样，卓西。支撑我们度过无可回避的苦难的，唯有信心与忍耐。是你的话，一定可以。保持礼貌哦，
未来的第33世。我对放弃自己的名字，成为那种像是日历一样的代号没兴趣。怎么说呢？这话就多少有点伤人了。不过那位任性的神明在赋予我们新的名字的时候，或许确实抱着这种把我们当工具看待的意思，也说不准。你不生气吗？我气得不得了。算了，至少你意识清醒，说话也容易理解。如果不是有重要的事要做，我不介意和你多聊几句。可是现在，你最好别挡我的路。我无法保证不因为刚才受蒙蔽的感觉迁怒你。你指的是1层的考验？我向你道个歉好了。不过那是在测试成为骑士的资质，像外界那样能被扮演出来的可不行。总之很有用，不是吗？从你的角度来说，或许是的。如果我不理会你们的道德两难陷阱呢？我会怎么样？那就是失格了。当然是会从黄昏的栈道上落下去。哇，敌意真明显。不要针对我呀，我和你遇到的其他人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在行作为前辈的善举，并且悲哀地等待这样的日子终结而已。什么？你不好奇吗？实数战争的胜者，力量自不必说，至于素养，你遇上的每一个人都真正具备高尚的品德，但让我们不惜在白天变成那种样子，也要留在这里做日历上的日期的理由，难道你不想知道吗？抱歉，有人在不久之前说过，我那点残存的好奇心很快就会消失。我承认他是对的。这份幽默感出现的也有点薄情了。我们或许会成为很长时间待在一块的姊妹，还是好好相处吧。我有必须要做的事，是因为你们自己不愿离开也好，不能离开也罢，你们的故事不能感动我，更无法阻止我。看来接下来的考验，你也做好应对的准备了呢。你根本没有听我说话。第1层考验的是资质，而这一层考验的是信念。现在高塔的守卫在道路尽头等待你，请你击败他，通过最后的考验登上塔顶，推动白昼与黑夜的轮转，为我们带来第33世。我没有被选中。登临的树儿，你是否愿意为了所求之物，将自我与自身作为牺牲的祭礼？登临的树儿，你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前来，又将带我们去往何方？我从没有想过要质疑你们，那不是我能承担的责任。那么，回答我，回答我们，你登临高塔的理由。为了得到你们宣称的永生，为了拯救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人。不尽人意，但又说得过去，再看一看吧。美中不足，却也马马虎虎，再看一看吧。我保证，这就是最后了。
耐心也是成为骑士的素养之一哦。现在愿意听前辈说几句话了吗？不要妨碍我，更不要自顾自的在那一边说一厢情愿的话。不管是时数战争还是这些考验，说到底不就是要给最强者以甜头换点别的什么吗？现在我来了，只要证明我是最强的，就可以把永生的力量交给我了吧。速战速决，各就各位，统统消失！哼！我喜欢被沙草覆盖的沼泽，是神将创生的种子播撒在卢娜的每一寸草河。我喜欢他创造的、留下的每一样事物。愿我成为崭新的他的骑士，与前生、来生之神合而为一，为洛星带来新的一日。这便是第3日。丽兰，为什么？速战速决！愿我成为他的骑士，为可慕的一切带来宁静的安眠。这便是第7日。你的信号吧。愿我成为他的骑士，为阿尔卡迪亚带来永世繁荣。这便是第12日。愿我成为他的骑士，以凤凰州之名，支持他成就洛星浴火重生的愿望。这便是第24日。速战速决！明明让我登塔的是你们，为什么现在要阻止我？现在，我来打扫战场。结束了吗？是啊，恭喜你，我们新的姊妹。我们认可你为之践行的道路。接下来，你将和我们一样，等待接受神明的召选。要我登塔的是你们，要我拯救的也是你们，到头来考验我的还是你们。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不然，我不介意用我的方式让你说真话。如你所见，这塔中所有人都是历届10数战争的胜者，和你一样。
我们也曾用胜利开辟出进入神之居所的道途，我们也希望被他选中。为此不惜在每一个正午灼烧残留的自我，在每一个黄昏放逐所有恐惧与哀痛，只为在新一日带来的黎明将自己灼尽。然而我们并没有成为骑士，我们只是在等待。塔中一日何其漫长，我们只是在等，一直等，等待神或是神愿意选定的另一个人出现。你们，我们想要选出认可的姊妹，是以他选中我们之中任何一人即是解脱。我们想要你被选中，我们将自身化作考验。如果没有坚定到与我们匹敌的信念，与我们一样为之忍受无尽孤寂与等待也要实现的愿望，又要怎么熬过监牢中漫长的时光？你用自己的意志证明了你高洁的品德，崇高的意志，恢宏的理想。接下来只需与我等一同于此期盼神宣。等等，你的意思是？期盼他终有一日会降下恩赐，召选你我，聆听我们的祝祷与前进。期盼他再次见证我们的夙愿，我们的意志，我们自灯塔最初不改的真心，然后结束这名为永恒的酷刑。那些都是什么？神既然能赐予永生，为什么会有墓穴？那还用说吗？永生是个谎言，和在战场上做诱饵的整个小队的牺牲一样，只是个笑话和骗局罢了。怎么会？这不可能！神……哦，那这下面不就正是死了一个神吗？那神也会死。我早该注意到的。没错，假如你再聪明一点，不被你渴求的事物冲昏头脑，或许也就会早一点留意到，你是为救一个人愿意倾尽所有，那是你最重要的人，却将你换来的东西为除他之外的一切尽情挥霍。很享受吧，这份换来的力量。很沉醉吧，向强者寻求认同，从弱者赢取赞美。你总是与我的选择背道而驰，极力论证你与我的不同。即使变成了没有心的怪物，依然想伪装成正义的使者吗？你说错了，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正义的使者，无私的英雄。我只是一个走不出情感监牢的平凡之辈，一心只想拯救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人。这个世界不能苛责我，要求我，让我为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大义付出。像我这样的人，要拼尽全力才能握住手里的全部，不是吗？但我还是会选择这么做。我是天命 A 级女武神，这曾经是我至今为止人生中最值得自满的成就。我一直不满足仅仅于此，因而渴求更多的力量。克拉丽也是因为我的无能，为了保护我而落到现在的处境。从你背弃克拉丽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你十分奢侈。背弃？不是的，我怎么可能背弃他？
这还不算背弃吗？你为那些不重要的人挥霍你最后的眼泪，几次三番放弃能够拯救他的希望，把他变成一个让你不择手段的噱头。就是因为克拉丽，为了那个和我一样，不对，比起拼尽全力的我，随随便便就能成为 A 级女武神的克拉丽，就是为了那个人，为了和他共同的理想，我才不得不抛弃和你一样作为赫利亚的私心，坚守作为女武神的责任和矜持。哪怕被掏空一切，成为一具空壳，这一点也永远不能忘记。你不就是在我们身上看到另一种可能性，才决定要帮助我的吗？我其实早就发现了，你是与我不同的另一个赫利亚，对吗？你错了，我从未有任何一秒想过要帮你。从发现你的那一刻开始，我无时无刻不在准备杀了你。